今天我们要聊聊台湾那些据说有求必应的神秘宫庙。台湾民间信仰盛行，庙宇超过16000座，各路神明保佑族信众。但在这其中，哪10座庙被公认最灵验？有趣的是，名气响亮的大甲妈祖庙竟然不是排行第一。到底哪一座庙香火鼎盛，一年涌入800万人参拜，荣登榜首？今天就带大家逐一揭晓台湾最灵验的10大宫庙，准备大开眼界。第10名是南台湾屏东市的慈凤宫，在地人也称阿公妈祖。这座妈祖庙建庙历史可以追溯到明郑时期，清朝乾隆年间开始兴建，到现在已将近300年，香火不断。别看慈凤宫规模不如北部大庙，但在屏东当地信徒心中，它可是庇佑一方的镇城之宝。慈凤宫建庙以来也历经沧桑，在上世纪80年代，古庙曾遭遇祝融之灾，几乎全毁，全靠十方善信踊跃捐书，历时4年方重建完成。今日的慈凤宫彩梁雕洞焕然一新，比旧时更加宏伟庄严，每年仍吸引成千上万香客前来朝拜。每年农历3月妈祖诞辰，慈凤宫都举行盛大绕境，地方上10里8乡的信众全来跟着阿公妈出巡，场面热闹非凡。据说屏东人有个特别习俗，可以到慈凤宫认妈祖做干妈，也就是向慈悲的天上圣母拜干亲，祈求成为妈祖的义子义女。许多父母带着小孩举行认干妈仪式，象征孩子从此获得妈祖庇护，平安长大。这样温馨的信仰文化让阿公妈祖更加贴近信徒生活。当然，慈凤宫灵验的传闻也不胜枚举。相传日治时期屏东地区闹瘟疫，医药缺乏，居民走投无路下，诚心奉请妈祖出巡。在圣驾绕境过后，疫情奇迹般缓解。又有故事说，早年屏东街区发生大火，眼看整排木造老街将付之一炬，情急之下有人冲进慈凤宫叩求妈祖，不料风向忽然改变，大火在烧到庙前时莫名熄灭。信众深信是妈祖显灵阻挡了火势，救了整条街的居民。这类种种神迹让慈凤宫在南台湾声名远播，香客络绎不绝。别小看这座位于屏东闹区的古老妈祖庙，每逢初一、15和考祭、农忙时节，总有许多人前来点光明灯，自淆问事。对屏东人而言，阿公妈就像守护家乡的大家长，难怪大家都说她相当灵验，有求必应。第9名，我们北上来到台北市闹区长春路巷内，有一尊来自泰国的四面佛。别看这座庙没有宏伟大殿，只有露天神像和简单的遮棚，却是台北出了名的灵验许愿圣地。长春路四面佛原本是1980年代旅游业者从泰国公营来台，安坐在松江路附近供人参拜。因为四面佛在泰国信仰中主施事业、爱情、财富和健康4大愿望，传说十分灵验。结果没想到台湾人求起愿来一点也不输泰国信徒，每天清晨到深夜，四面佛前都有人诚心膜拜。尤其许多上班族、年轻人把这里当作求职场顺利、姻缘开花的秘密基地。参拜四面佛很讲究流程和礼仪，通常信徒要准备12炷香，分别敬奉4尊佛面，每一面插上3炷香，再依序献上花、水、蜡烛等供品。拜拜时要先向四面佛报上自己的姓名、生辰八字和住址，再在心中清楚说明许愿事项，同时承诺实现愿望后愿意履行的还愿方式。四面佛4个方向的神面代表不同愿望领域，一般建议顺时针逐一膜拜完整。等愿望达成后，记得依约定前来还愿，通常会再准备鲜花、水果、甜点等贡品。有的信徒还会请舞者现场跳泰国传统舞蹈，答谢四面佛，场面相当别开生面。由于庙区全年无休，24小时开放，经常能看到信徒深夜前来虔诚奉香。有人笑称，凌晨3点的长春路依然灯火通明，说不定正有诚心的男男女女在向四面佛祷告呢。在这小小的四面佛前，流传着无数愿望成真的传闻。有人失业很久，在此诚心祈求后，隔周就找到好工作。也有人单身多年，来拜了几次竟遇见理想对象，很快步入礼堂。还有生意失利的老板来许愿，
没多久业绩起死回生。这些故事使四面佛声名大噪。然而，跟泰国四面佛信仰一样，许愿灵验的同时也有还愿的讲究。如果愿望实现，却忘了履行对神明的承诺，据说可能遭到些许折磨。的确，曾有传言说，有人向四面佛许下重愿，却迟迟未还愿，结果连连遭逢不顺，最后在梦中被提醒，赶紧补办还愿，才化解灾厄。所以现在在长春路附近，常常可以看到信徒许愿成功后，请来表演团队当街跳舞，或准备丰盛贡品答谢神恩。这种异国风情的还愿场景，也让人感觉新奇。四面佛的灵验和记得还愿的叮咛，早已成为台北特殊的民俗景象之一。第8名，来到彰化县的鹿港天后宫。鹿港在清代曾有一府二鹿三猛侠的俗谚，说的是当年鹿港繁华程度仅次于府城台南，商贾云集之地，信仰中心就是这座天后宫。鹿港天后宫从清康熙年间建立，到如今已有超过250年历史，是全台历史最悠久的妈祖庙之一。庙中供奉的是梅州主庙分灵来台的天上圣母神像，因神威显赫，鹿港天后宫在清代就被朝廷赐封敕建，地位崇高。走进庙里，可以看到古色古香的梁柱雕刻、碑文匾额，见证住鹿港昔日的辉煌。现今鹿港天后宫已被列为国家2级古迹，庙貌保存良好。鹿港天后宫之所以被奉为灵验，是因为在航海时代，无数船只和水手都受到妈祖庇佑，渡过难关。传说清朝时，有一艘载满香客的船要前往梅州进香，不料途中遇到飓风，眼看船只将翻覆，船上众人紧急自小请示妈祖，结果妈祖托梦指示船员钉下一枚大钉镇住船板，飓风竟奇迹四地平息，所有人安然脱险。这就是鹿港当地流传的孝子钉妈祖显灵故事。后来这枚传奇铁钉还被奉祀在天后宫内，成为妈祖护佑信徒的神迹见证。另一段日军时期的故事则说，某年鹿港发生瘟疫，人心惶惶，天后宫主持带领信众抬着妈祖神像绕境全城，没多久疫病就奇迹般平息。鹿港人因此更加笃信妈祖的庇护，也难怪鹿港天后宫香火能延续2个多世纪而不衰。如今每逢农历3月妈祖圣诞或重要节庆时，庙城内外仍挤满虔诚的香客，祈求平安与福佑。第7名是新北市中和区的烘炉地南山福德宫，一座主奉土地公的庙，但名气一点不输天后宫。烘炉地顾名思义，就是有一口大香炉的所在。踏上蜿蜒山路，来到山腰的庙宇，一眼就能看见一座高耸的红色巨型香炉，矗立在庙前广场中央，这可是烘炉地最有特色的象征。但烘炉地的地标不止这座大香炉，还有一尊巨大土地公神像屹立山腰，高达数十尺，约30多公尺，是全台最大的土地公塑像之一，笑容可掬地俯瞰山城，仿佛在迎接四方来客。进入正殿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尊约2公尺高的土地公金身塑像，老人家手中捧着一枚大元宝，已被无数信徒摸得金光闪闪。据说摸了土地公的大元宝，便可保佑自己一整年财运滚滚，难怪大家都抢着沾染这份福气。相传在这巨型香炉底下走3圈，土地公就会帮你过运，把坏运气烧掉，只留下好运。因此不少信徒专程前来钻香炉底，希望转换运势，消灾解厄。尤其是小孩惊吓夜啼，或大人犯太岁运势低迷时，都有人带着姓名、生辰八字，请庙方为其过香炉收金。烘炉地福德宫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封号，称为发财庙。据说许多生意人、股民甚至考彩票的彩迷都喜欢上山拜一拜土地公公求财运。有求必应的传闻，让庙里的发财金元宝常常供不应求，人人抢着摸一摸讨彩头。有一则趣闻是，过去台湾某建设公司的老板每逢公司推案，都会先来烘炉地禀报土地公，希望顺利销售，结果次之案子大卖，让他深信不疑。还有不少股票族传言，在烘炉地拜完回去，手中持股隔日就上涨的例子屡见不鲜。虽然听起来有些神奇，
但这些经验口耳相传，更加深了烘炉地发财庙灵验的印象。到了夜晚，烘炉地更是别有一番热闹景象。由于庙子可俯瞰台北盆地璀璨的万家灯火，许多游客含香客夜间前来赏景拜拜。山路上灯火排成长龙，想象一下，半山腰灯火通明，老少信徒排队在巨大香炉下专行祈福，那画面既壮观又带点可爱。难怪有人说，台北要看夜景，何必上101，来烘炉地就能同时享受美景与福气，双重享宴。第6名要介绍的是台北市万华区的猛侠龙山寺。这座古刹不但是观光名胜，更因无数灵验传说而被奉为台湾祈福圣地。龙山寺始建于清朝乾隆3年，也就是西元1738年，距今将近300年。正殿主是观世音菩萨，同时供奉众多神祇，如文昌帝君、月下老人、妈祖和关圣帝君等，可说是集合佛道信仰于一处。因此民间有求必应龙山寺的说法，无论求学业、求姻缘、求平安，大家都爱到龙山寺向神明祈求保佑。龙山寺香火鼎盛不衰，一大原因正是它见证过太多神奇时刻，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要数2次大战期间龙山寺观音显灵保佑的故事。1945年，台北遭受盟军轰炸，万华一带炸弹倾泻，火光冲天。战后人们发现，龙山寺大部分建筑虽被炸毁焚烧，但正殿供奉的观世音菩萨神像居然完好无损，端坐原位，连莲花座都安然无恙。幸存的居民无不感叹这是菩萨显灵庇护，否则整座庙宇早已灰飞烟灭。在这场浩劫中幸免于难的人们，一致将功劳归于观音娘娘的庇护。此后，观音接炸弹的神迹传说不胫而走，加深了信徒对龙山寺观音慈悲法力的敬仰。战后龙山寺重建更加兴旺。此后每当台北地区遭逢天灾人祸，信众总是挤满龙山寺祈福，果然都能逢凶化吉，平安度过。除了战火佳话，龙山寺民间还流传许多灵验签诗的趣闻。例如某年考大学时，有学生在此抽中上签，预示金榜题名，果然放榜时全班只有他考上理想志愿。又有情场失意的人向月老诉苦，签诗暗示新缘将至，结果真的在附近遇见日后的伴侣。至于身体不好的信众，也常常在此求得药签指点疗方，或求取龙山寺前方涌泉的圣水回去饮用，据说能清净身心，治愈顽疾。这些灵验经历让猛侠龙山寺在信徒心中的地位愈发神圣。走进龙山寺，往往可以看到老老少少排住长龙取圣水，领平安符。不论现代都市再繁忙，在这里人人都会放慢脚步，诚心一拜，相信神明会听到自己的声音。龙山寺就是凭借人们对信仰的这份坚定，历经风霜而依旧香火兴旺，也难怪被誉为台湾最灵验的庙宇之一。第5名是传说中越晚越灵验的新北市石门18王公庙。这间庙可大有来头，供奉的既不是仙佛，也不是一般历史人物，而是17个冤死的王公和一只忠犬。18王公庙其实源自一座清代的合葬墓，据说清同治年间有17位唐山商人在海上遇难丧命，他们的义犬不离不弃，守在主人尸骸旁哀鸣，最后殉主而死。当地人被这幅人狗情深的画面感动，便将17人和那只狗合葬一处，日久形成阴魂显灵的信仰，建庙供奉，被称为18王公。因为是人狗合祀，又属阴庙性质，也就是祭祀横死之人的庙。18王公庙自带一种神秘色彩，但它的灵验传奇却在台湾广为流传。走进18王公庙，可以看到信徒供奉的祭品很特别，除了传统的香烛鲜花，还有许多肉粽和香烟。肉粽据说是王公们生前的最爱，所以拜18王公庙一定要奉上一串北海岸特产的石门肉粽，王公们吃得开心，才会帮忙实现愿望。而香烟则是敬给那位忠心护主的狗公享用的。香烟点燃后插在香炉边，象征祭上袅袅青烟，让狗公闻个过瘾。这样独特的宫品文化，使18王公庙成了新北北海岸的一大奇观。庙中还塑有一尊义犬公的黑狗神像。不
不少信徒参拜时会特地摸一摸狗公的头，据说能得到义犬公的庇佑，招来忠犬般的福气与财源。关于18王公庙灵验的故事，多半离不开求财二字。不少人相信，阴庙的好兄弟们办事特别快，特别直接，其中又以18王公最灵，许多彩券迷会来这里祈求名牌中奖。据说屡有得手的案例，甚至传出某企业家在创业艰难之际，获王公托梦指点，之后果真时来运转，事业发达的传闻。另外还有个广为人知的禁忌是，情侣不要一起来18王公庙，否则可能招致分手。这源自一种说法，传闻18位王公大多因年冤死，冥冥之中会嫉妒成双成对的情侣，当着他们的面秀恩爱，因此要捉弄拆散一对。有没有这么邪门呢？年轻情侣们宁可信其有，通常都会避开这里，但许多单身人士反而当成拜一只忠狗求好桃花的另类选择，幽默的寄望王公们早日帮他们找个伴侣吧。夜幕低垂时的18王公庙，阴气更浓，灵气更旺。据说有些彩迷和博徒喜欢选在深夜人稀时前来求财运，觉得阳气减弱时，王公们比较听得到人的心声。海风吹拂，波涛阵阵的北海岸，夜晚庙前悠悠烛光中，偶尔能见到几个身影虔诚膜拜，拜完留下肉粽和纸钱，轻声念出王公保佑4字。这样奇特又带点灵异氛围的场景，让人不寒而栗，却又充满好奇。18王公庙的灵验与神秘，使它在台湾众多庙宇中自成一格。想要求财又胆子够大的，不妨也亲自来试试。但切记，愿望成真后，一定要来还愿，奉上肉粽哦。第4名是近年香火迅速暴涨的苗栗白沙屯拱天宫。如果说大甲妈祖绕境是台湾宗教活动的代表，那白沙屯妈祖进香则堪称台湾最富戏剧性的信仰盛事。而今每年参与白沙屯进香的信徒人数动辄数万人起跳，最近几年更突破10万人大关。浩浩荡荡的粉红人海，堪称全台最壮观的宗教队伍之一。白沙屯拱天宫规模不大，位处苗栗县通霄镇一隅，早先名气并不算响亮，但这里供奉的妈祖却以路线难料、神迹频传而闻名，全靠每年一次独特的进香活动，让白沙屯妈祖成了近年来信仰圈的红牌。大家昵称它为粉红超跑，因为在进香时，妈祖銮轿上系作醒目的粉红色布条，且行驾速度时慢时快，偶尔像飙车般一路小跑，让跟随的信徒们汗流浃背也甘之如饴。白沙屯妈祖每年农历正月起驾，徒步从苗栗一路前往云林北港朝天宫进香，全程来回将近400公里，耗时长达10多天。与一般绕境不同的是，白沙屯妈祖没有固定路线，銮轿由随行众人抬着，走哪停哪，全凭妈祖当下的旨意。而这种随性致意，往往带来出其不意的神迹。曾经有一年，队伍行经彰化大城乡时，轿夫突然感到銮轿一沉，怎样都抬不动，妈祖硬是不走了。大家上前一问，才知道路旁一户民宅里正有一位久病的老太太，因行动不便无法出门，只能在家默默祈求能亲眼瞻仰妈祖。没想到妈祖此时自己找上门，教班立即将神尊抬进屋内，让老太太得以一睹圣容，全家人感动涕零。更奇妙的是，据说老太太此后病体逐渐好转，大家相信是妈祖垂怜加持，带走了她的病痛。像这样妈祖离队办案的戏码，在白沙屯进香中不时出现。有时妈祖忽然冲进田地，不顾道路泥泞，原来是要去解救一个被困在农舍的村民。甚至有一次，教班半夜被带上铁路平交道，停在铁轨中央诵经祈福，仿佛替地方消弭潜在灾厄。不仅如此，白沙屯妈祖还曾带领信徒涉水过河。早年一次进香途经浊水溪时，河水暴涨，本来大家考虑绕远路，妈祖銮轿却突然直冲溪畔，众人只好硬着头皮跟进。结果教班踩进溪水后，发现原本汹涌的河水竟迅速消退变浅，所有人安然渡河。种种离奇经历让人不得不信。近年透过网络直播和媒体报道，白沙屯妈祖进香的神迹被传得沸沸扬扬，
吸引越来越多青年学子甚至科技新贵慕名而来，要亲身体验与神同行的震撼。白沙屯拱天宫因此从默默无闻的小庙变成香客暴增的热门圣地。大家说白沙屯妈祖个性调皮，法力高强，又心地善良，跟随他或许辛苦，但只要真心投入，总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。难怪如今白沙屯妈祖早已跃升为台湾最灵验的妈祖之一，成为信仰圈一匹亮眼的粉红色超跑。第3名就是大名鼎鼎的台中大甲镇澜宫，也就是许多人熟知的大甲妈祖庙。只要一提起妈祖绕境，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大甲镇澜宫每年盛况空前的9天8夜进香活动。大甲妈祖绕境已经有将近100年的传承历史，更在近代成为世界3大宗教庆典之一，吸引无数国内外人士参与。然而镇澜宫之所以能号召如此庞大的信众朝圣，靠的不仅是历史悠久的习俗，更有着太多妈祖显灵庇佑的动人故事。每年农历3月，大甲妈出巡时，沿途都有数十万信徒相随，所到之处锣鼓喧天，烟火冲天。许多虔诚信徒会在妈祖銮轿经过时奋不顾身地扑上前钻轿脚，希望直接接受神力加持。妈祖銮驾所经之处，沿线家家户户设香案，焚香迎驾，各式阵头艺阁轮番上阵表演，热闹非凡。整整9天8夜的人龙绵延数百公里，参与人次累计往往高达数百万，壮观程度连国际媒体都为之惊叹。镇澜宫的主神妈祖被在地人亲切地称为大甲妈。相传清朝道光年间，这尊妈祖从梅州分灵来台，途中船只遭遇风浪，几乎翻覆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船尾突然浮现一位披霞彩衣的女子镇守，惊涛骇浪，登时平息，所有人安然脱险。这就是大甲妈开机的传说，也让人坚信镇澜宫的妈祖法力无边。此后大甲妈更是一再展现神威。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民国68年，台湾中部遭遇严重干旱，田地龟裂，政府动用人工增雨也不见效。当时大甲镇澜宫决定举行祈雨绕境，只见妈祖銮轿绕行大甲溪畔，当天天空就乌云密布，降下甘霖，解了旱象。这场轰动全台的祈雨神迹，让大甲妈声名远播，连科学家都啧啧称奇。除了轰动的大型神迹，其实镇澜宫平日的灵验小故事更多，如许多婚后不孕的夫妻会特地深夜到镇澜宫赴梅州请妈祖赐子，一连7夜守在妈祖神龛前虔诚祈求。据说真的有人回去后喜得贵子。又例如地方上有个长期病痛缠身的信徒，某次半夜梦见一位白发老太太抚摸他疼痛处，醒来后竟一身轻松。后来才知道，那一夜恰逢大甲妈祖回銮进庙，妈祖巡境时顺道夜访了这户人家。这些奇妙传闻在大甲地区广为流传，也让镇澜宫名副其实成为地方信仰重镇。更不用提每年春天绕境活动时，百万信徒跟着大甲妈徒步，昼夜不停，一路前行，沿途起死回生，避凶趋吉的神迹几乎天天上演，让外国媒体都惊呼这是不可思议的宗教奇观。大甲妈祖的灵验早已深植人心，因此镇澜宫在官方统计参拜人次中虽仅居第10，但在民间信仰圈的地位绝对是数1数2。对许多台湾人来说，大甲妈这块金字招牌就是灵验的象征。第2名也是妈祖界的重量级选手云林北港朝天宫。这座位于云林北港的小镇庙宇被尊称为妈祖庙之母庙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早在清康熙33年，西元1694年，福建僧人就奉请梅州妈祖来此建庙。北港朝天宫是全台历史最悠久的妈祖庙之一。300多年来，北港妈祖显赫灵验的事迹不断，从清代官府到庶民百姓都笃信他的神威。北港朝天宫也因此陆续分灵出，全台300多间妈祖庙，被视为台湾妈祖信仰的一座总本山。据统计，近年朝天宫每年接待的参拜人潮累计超过800万人次，香火之盛，全台无出其右。其中又以农历新春期间人潮最为汹涌，短短几日便涌入数百万人，场面蔚为壮观。除夕夜庙门一开，
上万信徒争相冲进庙内，抢头香的画面更是年年上演。许多资深香客笑称，没有到朝天宫抢过一次头香，就不算真正体会过台湾妈祖信仰的狂热。此外，每年全台各地有上百间妈祖庙组成，进香团前来朝天宫业主进香，香火绵延不绝，充分展现朝天宫在妈祖信仰中的崇高地位。今天的朝天宫规模宏伟，金碧辉煌，庙城外石雕的四海龙王、交趾陶剪年、木刻彩绘，每一处都展现传统工艺之美。然而，真正吸引八方信徒朝圣的，还是妈祖娘娘有求必应的传奇。提到北港妈祖的神迹，最广为传颂的一幕发生在二次大战时期。当时盟军轰炸台湾，一天10多枚炸弹投向北港市区，却一颗都没有爆炸。战后，人们发现北港市镇几乎被夷为平地，唯独市中心的朝天宫巍然屹立，完好无损。幸存的北港人深信，是妈祖显灵接住了炸弹，拯救了整个小镇。不仅地方上这么说，当年的报纸台南文化联合报也都有记载这段离奇经过，可谓真真切切的神迹。此后，北港妈祖接炸弹的传说传遍全台，更奠定了朝天宫作为战火守护神的地位。除此之外，北港妈祖避名的故事还有很多。据说日治末期，台湾南部爆发鼠疫，有天一名妇人在庙前哭求妈祖救命。当晚，北港妈祖就托梦指点官府找到病源，很快平息了疫病。另一则传说是清代同治年间，代潮村事件作乱，官军一度到朝天宫致晓，请示妈祖是否出兵。妈祖怜得圣贤示意，主战，于是官兵士气大振，一举平定动乱。甚至传说妈祖曾让一个溺水死亡的小孩死而复生，种种神迹听得人瞠目结舌。也难怪每年到北港进香祈愿的人潮络绎不绝。根据信徒统计，北港朝天宫近年参拜人4年年高居全台庙宇第一，香火最盛。在农历正月春节期间更是人山人海，朝天宫短短几天就涌入破100万人跪香祈福，盛况空前。从清朝官员、日治时期的日本人，到现代企业家、政治人物，许多人在面临困难时都会前往北港朝天宫寻求妈祖指引。朝天宫几百年来香火不绝，神迹不断，妈祖慈悲庇佑众生的形象也早已深深烙印在台湾人的文化记忆里。终于来到第1名，这座年吸引参拜人赤达800万以上的超级人气庙宇，就是台北市的行天宫。行天宫主奉关圣帝君及武圣关公，在台湾习俗中，信众尊称他为恩主公。行天宫创建于民国54年，由知名慈善家兼道长谢凤岐先生发起兴建，因为求神灵应而得名。行天取自行道弘法，济世利人之意。短短数十年间，行天宫就凭借神威与良好的管理，成为北台湾香客最多的庙宇之一。据统计，平日每天约有数万人进出行天宫，上香人潮终日不断，到了重大节日更是人山人海，香火之盛可见一斑。行天宫到底有多灵验？北部老一辈都会告诉你，有事就去行天宫走一趟，保证有效。对信徒而言，关圣帝君兼具忠勇与神威，能降妖伏魔，庇护善信，脱离厄运。因此，许多人一旦觉得自己惹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或是流年不利、诸事不顺，就会到行天宫来请神明指点迷津。行天宫提供的收金和补运服务尤其有名。庙方义工会引导信徒写下姓名和生辰八字，领取符水并进行简单法事，据说可安定魂魄，消除晦气。许多父母抱着吓坏液体的孩子前来收金，孩子喝了平安水往往就安睡不哭。上班族觉得工作诸事不顺时，求关公擦一擦令旗，也觉得重新振作，信心满满。这些看似巧合的转变，在信徒心中都是神明默默发挥的灵验。行天宫之所以能在现代都市脱颖而出，除了神威显赫外，还和他创新的管理理念有关。2014年，行天宫率先推行庙中无香火政策，全面禁止烧香、焚纸与供品，提倡以清净的鲜花与馨香一炷来祭拜。此举顿时震撼全台宗教界，
当时不少人质疑，少了烟消香火，信徒会不会不来了？结果证明，行天宫的香客非但没有减少，反而因为环境清爽而更加青睐。大家深刻体会到，神明在乎的是人们的诚心，而非浓浓的烟火味。行天宫的创举不仅改善空气品质，保护环境，也让信众更专注于心念虔诚，可说是功德无量。此后，台湾许多庙宇纷纷效法，推动环保祭祀，这也是关圣帝君带给世人的另一种指引吧。行天宫还积极从事公益，设立免费中医诊所、赞助及难救助等，对信徒有求必应，对社会乐善好施，因此赢得极高声望。对一般人而言，更直接的感受是，在行天宫求签问卜特别灵。有人在签约前虔诚请示，得到神明示警，结果避开了一场商业诈局。也有人升学考试前得到恩主公圣晓鼓励，果然顺利考取心愿学校。甚至有人官司缠身，向关公诉苦，不久法院判决真的还他公道，让他对关公无比感激。每当愿望达成，信徒们总不忘回到恩主公神像前叩谢，奉上一面小小的红色感谢旗帜，上头写着谢谢恩主公，某某事业已圆满之类的话。这些红彤彤的还愿旗高高悬挂在庙墙上，足足上万面，几乎快要挂满整面墙，正是行天宫灵验度的最佳见证。从屏东的阿公妈到云林的北港妈祖，再到台北的恩主公，以上就是台湾公认最灵验的10座宫庙。或许有人会问，神明真的有那么灵吗？这恐怕很难用科学解释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信仰的力量在这些地方得到了最生动的体现。故事中的神迹，有的让人感动，有的令人震撼。无论是真是假，他们都成为人们渡过难关的精神力量。正如一句老话所说，心诚则灵。神明的灵验，或许就在于我们内心愿望的真切和善念的汇聚。当千万信徒的祈祷在庙宇上空汇聚，也许真的能感动天地，创造出奇迹般的结果。台湾庙宇之所以香火绵延，也是因为在困顿之中，人们总能在这里找到希望与慰藉。听完这些宫庙奇谈，不知道您最想去哪一座拜拜呢？不妨亲自走访，感受一下。相信无论祈求什么，只要心念善良，诚心以对，都能从中获得力量与平安。